感谢主。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耶稣在讲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的时候，专门针对了这些法利赛人。虽然他是讲给门徒听，但是耶稣最终记录的就是这个路加最终记录的那个核心的冲突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听完了上一个比喻之后呢，因为他们贪爱钱财，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耶稣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它是层层递进的。他首先指出法利赛人他们的自以为意，指出他们面对耶稣接纳这些罪人，他们没办法接纳，他们没办法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倒看到耶稣接纳这些罪人呢，反倒没有办法去接纳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们的接纳。所以在这个最后一个比喻当中，耶稣呢就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比喻这是关于末世的审判的比喻，让法利赛人能够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如果不悔改，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会从3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我们来讲律法和先知的这个预表；第二个，我们来看财主和拉撒路的结局；第三个呢，我们来看最终这个比喻其实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你究竟是谁，决定了你的一切，也决定了你的永恒。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特别讲到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然后特别提到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其实这段经文呢，一直让大家困惑，因为这段经文好像是跟上下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上面讲到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下面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但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为什么突然讲到结婚的事情？那你看在这些经文当中重复出现的词是什么？当然我给大家已经有提示了，对吧？律法和先知。如果你看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你看一下他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提到律法和先知？有没有提到？有提到摩西跟先知的话，对不对？讲了好几次，而且这个正是这个拉撒路财主跟这个亚伯拉罕之间对话的核心，对不对？那他不断的在这个说，哎呀，你如果能让他死里复活，就怎么怎么样。然后亚伯拉罕不断的强调，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摩西跟先知的话。所以律法和先知，当这个摩西就是代表这个律法嘛，律法和先知在这里到底在指向什么？所以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比喻，在讲之前，路加做了一个铺垫，才引出这个比喻。所以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重要的。也许很多时候你一开始看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们没有看到路加的用意。他其实讲这一段，在这一段他铺垫了一个背景。首先第一个问题，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第一个问题就是律法和先知在指什么？当时有人听到律法和先知是在讲什么呢？律法你说当然就是指摩西嘛，摩西律法；先知旧约的先知。那律法跟先知其实在指什么？对，其实就在指旧约圣经，就是指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是认为那就是神的话，对吧？律法和先知就是神的话，就是神在旧约当中的启示，神的话。那为什么到约翰为止？为什么到约翰为止？这个约翰是指施洗约翰，对吧？为什么到约翰为止呢？因为施洗约翰有一个跟这个旧约先知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特殊性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亲自的看见了这位弥赛亚基督，对不对？他看到了耶稣。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是在预言弥赛亚要来，在指向这位救主。可是施洗约翰不一样，他看到了耶稣，他就指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他这句话就是对整个旧约的一个总结，就是整个旧约其实就是在展现神的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嘛。所以律法和先知为什么到约翰为止？因为律法和先知最终是要指向耶稣，对吧？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亚伯拉罕啊，他当时代表了神哈这边哈，那给这个财主的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怎么样才可以帮助你的5个兄弟不下地狱呢？刚才我们读了经文，最后的亚伯拉罕给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他们可以去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当然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嘛，他们可以听从神的话，他们只要遵行神的话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是这个解决办法，你觉得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是真正的一个解决办法呢？他们有没有摩西跟先知的话？他们当然有，他们引以为傲的就是律法跟先知的话。可是他们虽然有神的话，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神的话，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行得出来，对吧？你如果行不出来，那不也是没有用吗？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给财主的一个出路是说，他们遵行摩西跟先知的话，他们听神的话，强调了好几次。可关键就在于他们犹太人没有办法听从神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完成律法跟先知的要求。所以你再回到前面这一段，第3个问题，律法跟先知到约翰为止，是因为耶稣来了，指向这位这个律法跟先知预言的那一位。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是谁真正成就了律法和先知一切的要求呢？是谁真正的完全的满足了神在旧约当中一切的要求？那就是耶稣，对不对？那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是在十字架上，是在他的死和复活上，他完全了成就了旧约里面律法和先知一切的要求，对不对？所以是耶稣替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到第16章我们还没有看到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路加其实是让读者不断去反思，尤其是犹太人，我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呀你告诉我们有遵行摩西和先知的话，我们遵行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才会看到耶稣因为耶稣成就了嘛，是不是？这个才是这个比喻的它的一个关键。然后呢，他就讲，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那这个翻译呢，可能是和合本圣经当中翻译最有争议的一段这个里面讲到人人努力要进去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它的一个翻译呢，更多是指这个就是人们被这个迫使或者说人们被催逼进入神的国这是一种正面的翻译的方法。另外一个反面的翻译的方法就是人都在攻击或者是神的国在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人人都在攻击神的国。所以它有2种不同的这个翻译。我们这个英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个 forcing 这个词翻译出来，它是用比较正面的那么因为这个翻译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了天国是努力的人要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这句话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就好像我得救是靠自己努力，对吧？但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努力，是不是所以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那这个里面的重点呢，其实是在神国的福音，而且是从此，是从什么词呢？从哪个词？就是从耶稣来的时候，对吧？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把神的国开启，耶稣开始传讲神国度的福音。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你从正面的角度可以说，人们就被催逼要进入神的国；从反面的角度，从负面的角度来说，就是人们在抵挡神的国的推进。不管怎么样那他都不是在讲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努力要进去的这是一个。接下来他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特别又讲到了律法的重要性。当然这个律法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律法和先知了，就是讲了神的话，神的话不会废去的，所以最终还是靠神的话来拯救我们。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可是我们遵行不了，所以最后神的这个话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亲自的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提到
这个律法的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神的话从来没有变过。虽然我们现在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是靠着谁的努力啊？我们靠了耶稣基督他的功劳，对不对？他是很努力的遵行了、完成了律法和先知一切的要求，所以他才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是靠着他的这个恩典，是靠着他的义行，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接下来最难解释的就是接下来这个在讲拉撒路和财主这个比喻的前一节经文，就是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也是犯奸淫哈。那怎么突然讲到这个结婚离婚的事情了？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的，它不是随便写的，不是路加写的最后这句话我不知道放哪，随便放一个地方，是吧？而且你知道，在以前的人写字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人写作是非常昂贵的事情，要写在蒲草纸上，写在羊皮卷上，是吧？那你这个如果写错的话，这就很麻烦，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真是一字千金的，不能乱写，每个字都很重要。所以路加绝对不是乱写，不是乱放一气他是在铺垫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或者说这一节经文，他在强调的是什么？他其实没有在强调我们指导我们怎么这个结婚或者离婚的事情他是在强调一件什么事？你看犯奸淫。对不对？他为什么当着法利赛人的面会提到这个犯奸淫的事情呢？他们想到这个他们提到这个会想到什么？他们一定会想到在旧约里面，其实犹太人被神称为什么呢？淫妇。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忠于神，对不对？他们去拜偶像了。那这个拜偶像就跟这个犯奸淫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属灵的一种淫乱，对不对？表明什么呢？表明你不忠于神，你忠于这个世界，你忠于这些偶像。还记得我上次特别提到了，为什么耶稣要讲那个不义的管家？他就是要展现出法利赛人心中的偶像，他们是爱钱的，他们敬拜马门，对不对？上节经文我们看到15节里面讲到，耶稣说你不能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对不对？你敬拜神又敬拜钱，那你就是什么？犯奸淫嘛，犯属灵的奸淫，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用这件事情呢，就指出他们跟他们的祖宗其实一样的，在属灵上，虽然你现在不拜那些金银宝石雕刻的偶像，但是他们心里面在拜这些钱这个钱的偶像，对吧？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他要提出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所谓的约的背景，就是我们讲犯奸淫和这个婚姻，其实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我们为什么说休妻另娶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跟这个奸淫本身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一个约的问题。在旧约里面，当你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婚约当中，你不忠于这个婚约的时候，你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就说，你看到妇人动淫念，你就是犯奸淫。所以对于神来说，你只要没有遵行神给你这个约，你就是犯奸淫。而犹太人，他们本身就是神国度当中的子民，他们本身就在神的约当中，对不对？所以他们按道理来说，他们是本来应该是圣洁的，可是他们没有去这个效忠于神。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约的背景，就引出了整个我们等一会儿会看到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因为我们要问的几个问题，如果你不从约的这个角度，不从这个属灵的淫乱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很难理解为什么拉撒路可以上天堂，为什么财主会下地狱，是吧？你只有从这样的一个约，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有这个背景，他一提到这些，他就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再看这个比喻呢，容易把它变成一种道德主义式的理解，就说你看财主为什么下地狱，就是因为他为富不仁，那他怎么可以上天堂呢？他只要对拉撒路好点，他就上天堂了，是这样吗？所以鼓励大家都要行善，看到有需要的人你要帮助他，你就变成这种解读了你没有看到那个背后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是吧？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这个财主穿着紫色袍、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然后呢，他也没有
说帮助这个拉撒路啊，因为这个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他就只能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那就表明这个财主其实没有在帮他。这个财主这个拉撒路死了之后呢，就死了也没人管他，对吧？那财主也死了，好，就很简单。那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当中，我们就要问刚才2个问题：财主为什么会下地狱呢？拉撒路为什么会上天堂？凭什么？对不对？你要想这个问题。财主是不是因为他为富不仁，所以他下地狱？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帮拉撒路，所以他下地狱了？是这个原因吗？不是这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可能对于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看你没有行善嘛，你没有做好事情嘛，你上帝惩罚你，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不对？对于犹太人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为富不仁，他这个因为他的行为不好所以他下地狱，他们能接受。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拉撒路上天堂，因为拉撒路做了什么？拉撒路做了什么比财主做得好？拉撒路凭什么可以去亚伯拉罕的怀里，而财主不可以？是不是？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从旧约的这个背景来看他们会认为，就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会认为财富是神的祝福，所以他们不会觉得为什么法利赛人嗤笑耶稣说你这个，因为他们贪爱钱财嘛，对吧？他们为什么那么能够理直气壮的贪爱钱财？是因为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在旧约的整个的这个叙事里面，财富是神的祝福。你看亚伯拉罕都是财主，是不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法利赛人在当时也是这个名声地位都很好，是吧？他们有钱嘛，所以他们也会觉得，你看神祝福我们。而那样的一个拉撒路，这样的一个讨饭的，浑身生疮的那这个明显就是不洁净的，没有人愿意碰他的。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他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被驱逐之外的人。那这样的一种人，在旧约的理念里面就是他们会认为，那这个就是神的惩罚，你肯定是犯罪了，不然你不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带他的门徒，他们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这个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生来就瞎眼的，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生来就瞎眼，他肯定是犯罪了，不然要么神怎么会这样惩罚他？那或者就是他父母犯罪了。所以对于他们这个来理解有钱这是祝福，他们不觉得贪财是一个什么问题，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个偶像。所以当耶稣说你不能侍奉钱又侍奉神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冲击，因为对他们来说，钱财富是神的祝福，而像拉撒路这种人是神的咒诅，是神的审判所以他们听到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他们的身份是财主的这个身份，他们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是像拉撒路那样的一个讨饭的不洁净的人，对不对？他们会自我带入这个角色的。财主，那我就是财主。可是当耶稣提到他们2个人的结局有如此大的反转的时候，法利赛人可能就受不了了。财主下地狱了，拉撒路竟然上天堂。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反转的结局来警告他们：你们以为财富，神给你们这个财富你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就是神所接纳的，你们以后就可以上天堂，是这样吗？结果不是，所以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上天堂，他们以为他们一定讨神的喜悦，不然我怎么那么有钱呢？是吧？那就是神的祝福，我怎么可能下地狱呢？而拉撒路这样的一个人，明显就是上帝咒诅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他怎么可能会得救呢？所以这个核心是什么？拉撒路为什么可以上天堂？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我问你了，你为什么可以上天堂？你做了啥？你说你做了啥？
你干了什么，所以你有这个资格上天堂？你做了什么，所以你可以换得天堂的门票？你做了什么嘛？耶稣的决定。那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努力？有什么样的功德？有什么样的功劳？或者有什么样的好行为？所以上帝觉得说你可以配得上天堂。我们有吗？我们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就发现其实拉撒路上天堂跟我们上天堂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可以让神觉得我们都很好，我们做得不错，所以我们可以上天堂，我们配得他的拯救，对吧？没有，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你看拉撒路很有意思啊。拉撒路就是被描述为这样一个完完全全被动的人，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这样的一个讨饭的，浑身生疮，这个原文是个被动的词。他被人放在财主门口，他得到这个这个零碎冲击，他狗也来舔，他被狗舔。他最后死了之后，他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所有的动词形容他的时候，全都是被动的词，就是表明拉撒路什么也没有做，他也做不了什么，就像我们一样神拯救他是出于神的恩典然后在整个故事当中，你发现拉撒路一句话也没有说，对吧？他就是完全被动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要让法利赛人明白，你们不要以为你要靠你的行为你就可以得救，不要以为你这个自以为意，对吧？你祷告，你奉献，你做这些事情，你服侍，你就可以得救。这些都不是你的功德，不是你的功劳，最终能够得救的那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只是像拉撒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结局就是要警告法利赛人，让他们不要自以为觉得他是一定得救的，一定讨神的喜悦的他如果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如果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罪，他们最终的结局就会跟这个财主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对话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财主呢，到了阴间受痛苦，他就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我相信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肯定是人生肯定是颠覆的他肯定是觉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想不明白那但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没有办法那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可怜我吧，我主亚伯拉罕你看，这是他的特别提到他的身份。你知道犹太人跟耶稣在争执的时候，犹太人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所以呢，耶稣说：神能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就是我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我是犹太人，我是神的选民，是吧？我怎么现在这个灭亡了呢？不管怎么样，他说：你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你发现这个财主他下了地狱之后，他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他有没有意识到？我错了，我得罪神了他有没有意识到他真正的问题？他没有。这其实是一个罪人最可悲的地方，就是他到时候了，连下地狱的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也不承认他有问题。他的自以为意，他的自以为是会跟着他一起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人都下地狱了，你都不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现在以为你还是财主你还是想人指挥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拉撒路还是你的一个仆人，对不对？你还觉得你有权柄，你还觉得你还很厉害，还让指挥亚伯拉罕干事情你是谁？还让拉撒路来给你带点水，是吧？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处境，他只是觉得很痛苦，但他的本质没有改变，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问题亚伯拉罕就说：儿
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过到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有人就在想，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比喻哈？因为这个比喻的细节特别的清晰。有人在想，这个是不是一个描述一个真实的事情，还是说一个比喻？如果是一个比喻，可能这只是一个虚构的嘛。但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那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因为在所有的比喻里面，耶稣的比喻里面，只有这个比喻是提到名字的，就是拉撒路，他是一个有名的人啊，就是有名字的人。其他所有的比喻都没有名字的，都是什么一个人有2个儿子啊，什么什么啊。只有在这里是点名一个人叫拉撒路，财主叫啥不知道啊，在神眼中你叫什么也不知道，你是谁不重要啊，可是拉撒路很重要。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耶稣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死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这种可能性啊。而且如果是真实的话，你会发现天堂和地狱之间呢不是那么遥远的，是不是？甚至还可以对话。哇，这个是你可能会想一想啊。那他们也是带着生前的活着的时候的记忆进入到永恒当中啊，所以他认识拉撒路，拉撒路也认识他。好，那我个人更倾向呢，我相信这个题材是一个比喻啊，但是我倾向于它里面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不是一个虚构的啊。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描述的这些死后的情景是真实的情景啊，他不是说因为比喻所以没有这个阴间了哈，没有这些什么火焰啊什么的啊，不是否定这个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来了啊。那么这个财主就说，你看他为什么说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啊？他还跟亚伯拉罕在 argue 呢。他说，既然这样，那你就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为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里受痛苦。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你看再次提到了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OK， 这里关键讲到了啊，你看财主在这里，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他为什么下地狱？他的5个兄弟也有可能会下地狱，为什么？没有悔改。哎，这才是关键。但是他认为怎么样才能悔改？他认为的悔改是你让他死里复活，而且他还不赞成亚伯拉罕所出的主意。所以我说他到地狱里面，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啊？他还觉得亚伯拉罕讲的不对，只要死人复活就可以了，是不是？啊，你想拉撒路在旁边听了会什么感受？啊，他当然一句话也不说。要是我是拉撒路，我也觉得你这出了什么馊主意？我好不容易来到亚伯拉罕怀里，在享福了，你让我复活干嘛？再去做乞丐呀？再去受苦啊？凭什么？是不是？啊，我好不容易与神同在了，好的无比，是吧？啊，所以对于这个财主来说，他其实所代表的法利赛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说，你看，我们是神的约民啊，在约中的子民，我们一定会得救的啊。可是呢，耶稣之前就说了，那你犯奸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被约了，你没有悔改。当你犯罪不悔改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属灵的淫乱，你就是犯奸淫了，你就要承受这样一个后果。你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也没有用，亚伯拉罕是你祖宗也没有用，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悔改。而法利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啊，如果有个神迹展现出来了，他们就会悔改了。啊，如果有个神迹能够显现出来，他们就会悔改了。他们想要求神迹，神迹有用吗？对他们来说没有用。就算拉撒路悔改了，这个复活了，他们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信呢？很讽刺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真有一个拉撒路复活，是不是？真有一个拉撒路复活了。我不知道他复活后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死了一次啊。但是
他复活以后，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有没有因为说哇，这个是神这么大的神迹显明了，死人复活，我们就相信耶稣？有没有？没有。对，反倒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把他们的矛盾推到了极致。这些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决定要杀耶稣。所以真的，他看到神迹就会悔改吗？不仅不悔改，反倒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这些都是神的百姓，这些都是犹太人，都是喊着我主亚伯拉罕的人，这些都是在神的圣约当中的人，他们都是有摩西和先知话的人，他们可能都比我们更懂圣经，更熟悉圣经。可是这些人面对神迹，面对神的作为，他们不仅不顺服，反倒呢他们抵挡。所以亚伯拉罕就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法利赛人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我相信呢，他们有些人可能会反思，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被这个故事冒犯到，因为这个故事呢，财主明显就是指向这些法利赛人的。他们自我身份的认同就是这个财主是神所祝福的，而那个拉撒路呢，就像那个之前耶稣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是吧？都是那些人，都是神都不要的，我们也不要的，都是神所咒诅的这些人。可是最后的结局的这种反转，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反思，到底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到底我们信主，我们到底我们这读圣经也好，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研究来研究去，我们最终最核心的、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个才是关键，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是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做这个事工，做那个事工。最核心的，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什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想嘛，就像保罗说的，我传福给别人，自己却失落了，我图的什么呢？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天天服侍上帝，对不对？他们去研究圣经，可是最后他们下地狱了，他们图了什么呢？我为了什么呢？我这辈子活了，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抓住信仰的核心。而这个信仰的核心，耶稣不断的在强调，从15章到16章这几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耶稣都不断的在强调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在15章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讲了这个小儿子他为什么可以被父亲重新接纳，是因为他悔改了呀。而那个大儿子呢，他在神的家里面自以为意，他不愿意听，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对吧？到了这个16章也是一样，这个财主和拉撒路，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里面重点不是说拉撒路怎么得救的啊，但这里面重点是讲这个财主为什么他会下地狱，他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因为他是我有钱，上帝祝福我，我是亚伯拉罕的祖宗，这个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所以我可以有这样的身份，我可以被神所接纳，我死了以后肯定上天堂。不是的，这些都不重要我是神约，我是这个神这个约当中的子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悔改。耶稣所传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直到今天仍然一样。如果我们所做的事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带人走向悔改归正的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到最后下了地狱都不知道为什么下地狱，就像这个财主一样，都不知道为什么，想不明白，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在现在活着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悔改，他就是以后下了地狱他也不懂得怎么悔改，就是这样，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所以为什么神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这几十年有机会悔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这个悔改的功课，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经历到悔改的赦免的这种恩典，那我们就算以后这个耶稣再来，我们下了地狱，我们也没有办法悔改。
所以神的审判，很多时候其实啊，不是让你悔改的，因为这些你知道这个财主啊，神是不是说啊，警告你啊，你不悔改，你要灭亡，不断的警告，不断的警告啊，最后其实你发现啊，神早就知道这些人就是不悔改的。不是靠这个审判来去吓唬吓他们，他们就悔改了。神的审判就是对不悔改的审判，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容易失去焦点，我们容易觉得说我们跟随主，我们要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啊，我们很多的这个焦点是放在外面的，没有放在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心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交得了账？而不是看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啊？弟兄姐妹怎么看我？牧师怎么看我？谁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就是亚伯拉罕是你祖宗都没有用。所以关键是你在神面前，你有没有真心悔改？而这件事情人没有办法做到，靠着自己的这个力量是没办法做到真正的悔改，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啊，财主就是个例子，靠着他自己啊，他就是到了地狱里面，他都不懂得什么叫悔改。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决定了一切。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我们在神的里面好好的认罪悔改，重新得到这种新的生命。而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它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不断的在这个强调，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如果他对罪不敏感，他对罪没有什么这个感受，别人指出你的罪的时候，你还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如果我们这个你看耶稣在指出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贪财，他们这些时候，这些人法利赛人他们听不听啊？他们不听，他们还觉得耶稣你讲的错的，是不是？啊，他们最后还抵挡耶稣，抵挡真理，就更加的证明他们不悔改，更加的证明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灭亡。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哪怕是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不讨神的喜悦，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之前也不断的在强调啊，那些做父母的当你们在看你们的孩子的时候，你更多要关注他的是什么？关注他的心，他有没有一个对罪敏感的心？他有没有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得罪神？这个很关键，这个是他重生得救的一个标志。你的孩子有没有重生？这是作为父母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不然有一天就是亚伯拉罕跟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场景再现，你隔着声音乐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你在这一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在让人去悔改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带着这种心里面的焦急，带着对福音的盼望，带着对人灵魂的负担这样说的，不是要审判。我们人不是去审判人，对不对？我们不是审判别人，可是我们要传递的是耶稣所传递的信息：若不悔改，就必灭亡。而如果我们的心如此的刚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还觉得你讲的不对，我不愿我讲的，你指出我的罪，你指出的不对，你就更加要小心，更加要小心。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结论啊，就是说你啊，如果当我们讲到说耶稣所这个说你们要悔改，不悔改就灭亡，这个是神的话。如果你不听的话，就算你看到神迹，就算你经历神，就算你经历再多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悔改的。
所以不要小瞧神的话，不要小瞧讲台发出神的话语的言语。因为当我在讲传递神的话的时候，当我在讲耶稣所讲的时候，这个不是代表我，这是代表耶稣他所讲的神传递的神的话。如果你藐视神的话语，你就算生命当中你看神迹，再多的事情发生，你都没有办法悔改。如果神的话对你没有作用的话，你想走其他的路线，找其他的捷径，找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有敬畏，要有信心，要知道最终改变我们的是神的话。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最终这个完成成就神的话语的耶稣基督，这个神的道，他亲自道成了肉身，神的话，神的道成为肉身来拯救我们啊！我们不能藐视神的话语啊！所以最终的核心还是什么？还是神的话啊！我这个昨天也跟一个弟兄在聊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北美华人教会这边的人情世故，太年轻了，太单纯了。我给你讲讲那些牧师的情况啊，我给你讲讲啊这边这些教会的情况啊，让你了解一下。”啊，他其实是很关心我们啊，希望我们可以 survive。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讲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符合现实情况的，就是这样。每个时代都是有这样不同的现实情况。就像当年耶稣面对这个犹太教，面对这些法利赛人，当然也有他们当时所独特的这个处境吧。怎么跟这些犹太人相处？怎么跟祭司相处？啊，怎么跟这个法利赛人相处？怎么跟文士相处？怎么跟撒都该人相处？是吧？保罗有时候还会找他们挑拨离间哈，在当中哈，啊，对吧？面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时候，他还会挑拨离间。那好，这些是你说 OK， 这些是没有问题，这些没有问题，我都知道。但是呢，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有一件事情，作为神的传道人是不能变的，就是耶稣在一开始讲的，天地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他才不管你是什么时代，才不管你是什么人情，才不管你祖宗是不是亚伯拉罕，神的话不会废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语，抓住这永远不废去的神的话，你就不会怕，不管是法利赛人给你的压力，犹太教给你的压力，罗马给你的压力，教会给你的压力啊，或者是弟兄姐妹给你的压力，父母给你的压力，任何人给你的压力，你都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就不害怕，你抓住神的话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住神的话，你讨好法利赛人，耶稣如果不想上十字架，不要太容易，对不对？你讨好一下法利赛人就好了，你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个绝境，要逼到十字架上？他如果想八面玲珑，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都能看懂，他能看透每个人的心啊，他知道你心在想什么，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他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你求人得人，给你吧，给你不就高兴了吗 ？No， 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的门徒也不是这样的，历世历代的神的仆人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如果没有抓住神的话，就算我们懂人情，就算我们懂体制，就算我们懂这些什么政治运作，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懂。可是亚伯拉罕最后说什么？你就算这些都懂，你没有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没有用。他们不听劝，没有用的。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最后我就来总结：第一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律法和先知，啊，他为我们成就了旧约的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能上天堂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成就了律法和先知，是靠着神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不是我跟人相处怎么样八面玲珑，不是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教会的处境，教会的人情世故，教会的政治，不是这些。最后决定我的价值的是在基督里的身份。不管我们去到哪里，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那个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人家什么都了解，有什么用呢？最后像财主下地狱了，有什么用呢？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东西，要抓住那个核心，抓住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时候，那不管这个外界的风浪再怎么大，再怎么变化，不管有什么样的攻击来到，你都不担心，因为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是确定的。感谢主，愿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每天好好这个认罪悔改的，来到基督里面，来去跟他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不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意这个世俗怎么看我们，不在于这个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只要追求的就是神怎么看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